迪呀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，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！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敖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拿铁呢也装伤心。翟敖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拿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拿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刀枪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拿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的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拿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拿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马上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拳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两口，就是这头，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鱼头，吃鱼头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魏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老了。我的婆婆温迪节目可真多，刚来中国几天开始挑事儿了，开始告状了，强烈表达了她对我们家庭以及中国中老年人的不解。我昨晚回家，我说我爸呢？温迪说我要跟你好好聊一个事儿，你坐下，我怕你承受不了。我寻思我爸咋的了呢？我坐下，他跟我说 Your father 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酗酒者，就刚才拎着5个酒瓶子走了，而且不是一次了，每天晚上就7点45左右拎着一塑料袋酒瓶子就下楼了，15分钟之内还回来，像没事似的，袋儿就空了，至少5、6瓶酒啊就没了，这瘾挺大呀。我很担心我的哥哥。我说我爸平时没有独酌的毛病啊，是不是让你给整抑郁了？然后我爸回来了，我就问我说你拎酒瓶干啥去了？我爸说我换钱去了，楼下有个店，酒瓶能换钱。温迪听着了，哪个店呢？我爸说这点小钱你就别跟我争了呗，咱是一家人，我赚了就等于你赚了。温迪说哥哥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提感情可就伤钱了啊，伤钱了啊！还有个事儿不理解，我爸喜欢烫脚，前2天端着一盆热水到屋就要烫。你们也知道，中国老头那烫脚水那都直冒烟，我爸呢就很习惯性的把脚往水里沾一下子，呀呀，再拿出来，让温迪看着了，从远处飞奔过来，哥哥我救你，然后啪把手里一杯冰水倒我爸洗脚盆里了。我爸说你干啥呀？温迪说要不是我你就烫脚了。我爸说对呀，要不是你我就烫脚了，歇歇吧你。温迪说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之后每天我爸还是这样，温迪就问大胖媳妇，你的中国岳父是不是信了什么邪教搞巫蛊？你说天天按时按点整个盆，往里撒小红粒儿，整的那样烟雾缭绕的，跟歌剧魅影似的，烫的鼻子不是鼻子，嘴不是嘴，但坚决不让我往里兑凉水。喝汤也是，哎，那个汤吧好不容易凉了，他拿厨房就热，热的吧自己喝不进去嘴，端着就是然后再给吹凉，整的汤都懵了。我本来都凉了，你又给我热了，热完再给我吹凉，挺白热化的这个场面。挑战完我爸，温迪又口出狂言，挑战中国老大爷，跟我爸说，我们那里都是很注意这个强身健体的，但是我看北京好像很少看见那种就是练得很好的人。我爸说有的是。温迪说怎么可能？我路过健身房，练得一般。我爸说你路错地方。于是我爸给他带到了一个公园。我爸说温迪，这些苗子都是哥哥。温迪一看，这哪是哥哥，这是哥哥屋啊，哥哥屋啊。
我说温迪，我们也在乎身体，就是练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。拿铁将来也是要进哥哥屋的，基础都打好了，喝了大半年都能运会，体质杠杠的。说到这儿还有个丢人的事儿，我上次去合肥出差，拿铁把奶粉干空罐了，我以为我在合肥跟我在沈阳似的，我以为自己挺火呢。这都能运会，大品牌，不含天然 OPO， 我知道，我儿子一身腱子肉，我拿它给拿铁冲半年了。奶粉就是冲奶粉的，不可以冲咖啡。距离温迪第一次邂逅公园老苗子已经很久了，但每在任何地方看见苗子，温迪依然觉得唏嘘。晚上给他加拿大俩女儿打电话，还说呢：“我知道咱们为什么不是体育强国，咱们的撸铁重点是去哪儿撸，他们的撸铁重点是哪儿有铁，哪里有铁哪里就有哥哥，没有科技全是狠活。咱们肌肉疼喷喷雾，他们肌肉疼创大树。咱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得等爸爸来接回家去喂饭，他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刷着老年卡接孙子去学珠心算。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拿铁，打小在北京。”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刚被我奶奶气出来了，就因为我穿的是薄毛裤，不是大棉裤。我发现吧，这东北的中老年妇女们有几个共同特点：做饭有点咸，跳舞有点虎，爱吹年轻的自己有多俊，爱唠过去的日子有多苦，都觉得孙子能当官，都埋汰老头是250，喜欢往空调上套真金，喜欢把后代往死捂。有没有同感？就是往死捂。尤其是我现在是孕妇嘛，他们认为我应该比王思武再多捂一层，就连停车场上老太太追着我喊：“啊，你揣着个子儿，你还不多捂着点儿？”东北大妈捂人的这个能力哈，那真是出圈了。就不光是给我能捂疯，给我来自就冰雪奇缘加拿大国度的大胖媳妇也给捂疯过。你看我老公虽然生长在加拿大哈，但是他从来没穿过毛裤。你们可能也听说过，外国人他不穿毛裤，自己这个腿毛呢，反正就自带毛裤腿的。那不管男女，一个个那小毛长得可峥嵘了，那一打高光，一个个都带须边的。我大胖媳妇那腿那不就夹缝好几个纹子吗？所以她可能就是不冷。完，她来铁岭那回穿的是还是做旧版，就是带破口毛边的那种牛仔裤，就是装温哥华杀马特嘛。完，结果睡着的时候，让我姥给那裤全给缝上了。那我姥针线活细，她不光是给你缝好了，毛边都一剪一剪的给你剪掉的。他们是真受过冻，她瞅谁她都冷。赶上我这加拿大的婆婆呢，那是另外一个极端。我婆婆不管一年四季从来不穿长裤的，那冬天有可能上边穿个冲锋衣，底下也是小裤衩，而且这造型完全有可能是刚生完孩子。而且我这次怀孕不是就是胃口不是很好嘛，她还告诉我说的，怀孕期间如果胃口不好就吃冰淇淋，这里边这个奶制品、碳水化合物都有了，还能缓解反胃。我一寻思，怪不得你这仨孩子一个个长得漂白稀宣，都跟中间大果似的。产生矛盾分歧的不光是这个孕妇，就是这个揣崽这个该捂还是该冻的问题。这个小幼崽他生病的时候该捂还是该冻也发生分歧。当年翟耀达1岁多吧，好像是在加拿大发烧了，他奶就遵循物理降温嘛，给孩子衣服都脱了，大冬天的放小筐里，搁门口一撂，就物理降温去了嘛，像卖烤地瓜似的。当时给我气完了。完我婆婆说，我老公小时候发烧也是这么处理的，所以你看我大胖媳妇们那心眼儿嫩大窟窿，精卫都填不上，小时候冻的。后来我一寻思，其实这事儿如果要是给我奶处理，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。她的思路肯定就是孩子一放热炕头，底下直接点石油，然后再给孩子捂上3层被发汗。我小时候不就3、9天让我奶给捂出大痱子来了吗？所以他俩都极端，一个在冰雪中给孩子解山，一个在烈火中拿孩子炼丹。所以说实话吧，我感觉这些老人总结出来的什么江湖之道、经验之谈，听听也就罢了，没有什么依据。你就比如说我奶说，这个孕妇老看啥，孩子就像啥。所以当时我妈为了这事儿怀我的时候，就看8、7版《红楼梦》嘛，大美人多嘛。结果那我不还是照《西游记》长的吗？这不明天又年夜饭了吗？我瞅大伙琢磨这菜都挺硬，但明天肯定又一场厮杀，因为在他们心中，我一个人得吃2个人的饭，就得吃成我大胖媳妇那造型的才对呢。但是吧，你发现没？就是怀孕、生孩子、养孩子这类的事儿，谁告诉你的都是他自己的那些经验，你根本问不出来个对与错，还是得相信科学。所以我怀了2胎以后，就下载了妈妈网孕育 APP， 里边有专业的孕育知识，一键查询，立刻答疑。你比如说上次我怀孕的时候，不是被查出有妊娠糖尿病吗？然后医生就说这一胎要做到严格控糖。但你说这马上过年了，马上上桌之前，我也没有那时间给医生打电话或者上网搜能吃啥不能吃啥。用妈妈网孕育 APP 一查就知道了吗？怀孕育儿就用妈妈网孕育，还瞅呢，赶紧下一个呗！知识的力量打败一切。